被全网尊为江湖盟主，号称当代马长苏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大兵曾经是被全网群嘲的对象，说他装腔作势不接地气。可谁能料到，短短几年时间，风评直接180度大反转，直播间一声令下，让一群看着吊儿郎当的人干出了最靠谱、最滚烫的事儿。这一切的转折点都源于直播间里一次让几十万人沉默的连线。当时连上来的是河南农村的一位阿姨，一开口全是浓浓的乡音，说话都带着怯生生的劲儿。镇里边麦子往南走，搁云南那一片给西双版纳那样转转，度过冬天。阿姨今年60出头，大半辈子都被困在河南乡下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。年轻时为家庭操劳，后来为孩子奔波，再到双手受伤残疾，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。活了60多年，她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。眼看着村里的寒冬又要来了，她想去南方过一个不冷的冬天。为了圆这个梦，阿姨真是从牙缝里抠钱，省吃俭用攒了好几年才凑够5000块。这可是她这辈子攒下的全部家当，是她能摆脱寒冬去追求心愿的唯一指望。他对着镜头小心翼翼地问大兵：“这5000块钱能走到云南吗？够俺勉强过一阵子吗？”这话一出口，几十万人都被这份朴素又真切的渴望给戳中了。就想为自己活一次的执念，一下子碰到了每个人心里最软的地方。大兵沉默了那么几秒，对着镜头放出一句沉甸甸的江湖令：“阿姨，你只管放心去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。”这可不是一句空口白话，而是一场动员了半个兵门兄弟的爱心接力。大兵特意叮嘱那些平时看着不着调的兄弟，接待阿姨的时候注意点分寸。紧接着魔幻又暖心的一幕就这么实实在在的上演了。第一棒接力的是个叫废柴的小伙子，光听这名字看着外形就觉得这人不靠谱，顶着一头炸眼的黄毛，搁平时大伙见了都得躲着走。可到了郑州火车站，他看见阿姨手里那个用化肥袋子缝的行李包，二话不说就扛到了自己肩上，小心翼翼的陪着他检票进站，一路护送到昆明。第二棒是早就在昆明等着的小黑，小黑是个典型的哈雷骑士，满身都是纹身，他特意穿了件长袖，把满身的纹身遮得严严实实，就怕阿姨看着害怕，觉得他是坏人。他骑着那辆拉风的哈雷，载着这辈子都没坐过摩托车的阿姨，在云南的青山绿水间穿梭，这一路的风景怕是他60年人生里见过最美的画面了。最后一棒交到了林子手上，林子早就把一切都给阿姨安排妥当了，不光解决了吃住问题，更难得的是他给了阿姨最金贵的尊严，让阿姨在店里做义工，平时帮忙收拾卫生，用自己的劳动换食宿，这哪是施舍，分明是平等的交换，让阿姨能安安心心的留在西双版纳。就这么着，阿姨总算圆了自己的梦，过了一个没有寒风的冬天，这辈子真正为自己活了一次。最让人感动的是，这场跨越几千公里的爱心接力，没有剧本不带货，没人拿阿姨开直播博流量，也没人扯着嗓子喊家人们点点关注。那些平时散落在各行各业被人当成街溜子的人，就因为大兵一句话，全都变成了潇洒的侠客。事儿办完了就悄悄离开。现在这社会到处都是尔虞我诈，干啥都想着流量优先，我们早就习惯了冷漠，也习惯了把所有善意都当成生意来看。可大兵和他的朋友们就用这场笨拙又热烈的爱心接力，狠狠打了功利主义一记耳光。原来那个被全网嘲笑矫情的大兵，不是在装样子，他是真的在书里在生活里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江湖。